天我们在重庆大山深处发现了一条挂壁公路，这里就是位于重庆巫溪县的南音大峡谷，峡谷深约1500米，而这条公路居然就挂在峡谷上的悬崖绝壁中。公路由南音村村民纯手工开凿而建，条件艰难，历时4年3个月才完成。大家好，我是小雪。今天呢，我和小杨就来了这个重庆市巫溪县一个南音挂壁公路，它就在我的身后。然后可以看到，它这个公路特别的险峻啊，它是挂在一个1000多米的一个悬崖峭壁上。小杨呢，他说他也害怕这条路啊，他的车都不敢开上来。在1000多米的悬崖上开凿出这么一条挂壁公路是多么的不容易，可以想象一下，他们当时仅靠着一根绳子、一根麻绳，就是他们的安全绳，从上空，然后把人慢慢的给它放到你需要这样开凿的位置，因为它是绳子嘛，没有固定住量，所以在人工开凿的时候，在用力的时候，它绳子人在上面的话，难免会打圈圈，又会头晕目眩的，所以特别的不容易。现在呢，我已经找到这个当事人，这个爷爷，就是他曾经带领着群众，然后修了这条挂壁公路。爷爷你好，你好，今年好多岁了？啊，我今年70岁了。70岁了，那你在修这条公路的时候，你好多岁啊？我修公路，带头修这个公路的时候，刚刚50岁，7年。刚刚50岁。我公路修了20年了，今年20年了，我今年就是70岁，我都吃71岁了。啊。那你当初为什么会带动群众修这条路呢？我当时带动群众，因为到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在老一辈的就是说的肩挑背磨嘛。肩挑背磨。肩挑背磨都是没得公路的时候，那都是相当苦。我们都是从下这个下谷底，爬山顶，在下巫溪县城，我们一天要13个小时才走这种。所以我们背苦了，我们都为了跟子孙后代操个后代，跟下一代的子孙操个后代，我们才动员我们的基层老百姓。我们这是不是一个村儿，是我们一个小队，我在主动带头向他们协商一下，我们有下决心把这条路打通，跟子孙后代操个后代来去。刚才那个爷爷说他们曾经出这个山一趟不容易啊，要从峡谷，然后再走下峡谷，然后再走一个峡谷才能出山，所以出一次门真的是不容易，要10多个小时。13个小时。那你当初选择修这个路的时候，修这个路的时候有没有人反对呀？没有。没人反对。大家都有勇气。大家都支持你。大家都支持，都有勇气，都有决心，都有下定，就是都有那种决心，他们都是1不怕苦，2不怕死，3大家的困难不怕，就是下定修这条路。我觉得这个爷爷太伟大了。哪不伟大？我们是为了给子孙造福为子孙造福，给祖国做点贡献嘛。是的噻，你这个一修啊，就后面的子孙都得到这个对享福。现在的子孙都享福了，包括我们都享福了。你们这个是好多年开始修的啊？我的口号是的，2001年就开工，个个要求把路通。天晴下雨我不放松，5年时间就打通，打了5个年头，4年3个月就通了车。那在你们那个年代哈，50年代应该可以说哈，那工具发不发达呢？工具都是全是钢筋锤子，没得那个时候没得机械化的，那是人工钢筋锤子，人工一锤的打出来的。哇！一锤的打出来的。那你们用的是工具哈，纯手工。纯手工。那你们一天要工作几个小时呢？一天要工作几个小时？一天呢？我们一天工作10个小时。或者早上反正是不尽量都出工，晚上是赚了夜光的黑了，我们才收工回来。那曾经你们修的路的是男女老少都出得动呀？就是我们绝大部分是男同志在工地上。男同志。女同志就是家里种点地，那个还生产的不种庄稼不得行。他们把家里的地种完了，同样的同我们男同志一样上工地搞，一样的搞，不分天气下雨，都是一样的我们苦干。那你们这个的学员哈，你们到这个山洞的时候有没有选上安全的措施呀？所以绳索呀，这个身上绑结啊，要安全措施里面。我们的保险绳子上面是30-50米的保险绳，拴在腰中间。30-50米保险绳。50米拴在腰中间，从那上面放下来。放到那个半中腰，都把那个头都给扯昏了。他要转那个人要转呐，他都悬了空，要转。就包得干也好，然后这个上面这个施工的从上面放下来，放到这个位置，这个就像当秋千一样放下来。放下来放到半中间，你那个人就把它甩晕了，甩晕了你是放到那个位置，你就还在那待一阵，这个头脑清晰了，
才敢操作。我们的保险是拴了腰这个捆到2个小时，这个双脚都木麻，他这个因为捆紧那个鞋面不过关啊，没得滑，都还这样的操作。我们修这个公路没得经济，到冬天结了冰了的，都是穿了一件单衣服，没得钱买的厚衣服。那个时候就是靠你们群村的力量就修建这条路是吧？对呀。哇！我们脚里穿那个鞋子的时候，现在就没这种那个解放鞋黄光。解放鞋。都是烂的那个疤，又弄个车在家里弄个烂片子，老婆把它补起来用来，穿烂了又弄出来疤补上去，都没得经济没得钱买鞋子，都我们的钱经济围绕着使到的工地上的，都让使的。就钱投资在都投在工地上搞，哎，是都艰苦。我们那时候为了猪，那时候妇女同志们在家里种点地，为这个猪子啊都经营的很少。为了农场那个猪，我们都是吃点配的，那么的脚拿的都是拿去卖的钱呢，投入在这个团修公路。就是说，把主人的好的地方卖到贵的地方卖了，然后人家不值钱的就对呀，配的都自己吃，好的都卖了，卖钱。这个精神让人很佩服啊！这个经济有点投到这个工厂来，经济拿来。所以每家每户都是这样，都一样。哇，像这个每家每户都有这样修，就是把路修通的这个决心啊，让人很折服啊！对呀，很佩服。啊，你们这个楼有好多户人家呢？我们修公路是有23户人。23户人家。人口84个。84个。 80年老年人的媳妇儿、学生只有84个人。上工地修路的是有15个人，修了4年3个月。有好多人啊，修这个路？16个人。16个人。16个人就把这个后来就用5年时间修好了。4年3个月。哇，这个，我看到这个石头哈，全部是那种纯石头，没得泥巴哈，这种难度很大的难度。难度大呀，那难度大的。难度大呀，比也很大。本来这个下面这个钱这只有900多米的。900多米。这个900多米难度相当大。这条路长度就是900。人工那些那些叶子那些。给我表演下哪东的嘛？对，买来都要这个，到处这样都是锤出来的。一个人把这一个人拿锤子砸。拿锤子砸的。天天砸的，买来都是大的眼子看是不是？是人工炸料，那他们些锤他那一个人挡到一个人打的，一个人挡到，一个人挡到一个打呀。我天天1年360天都打。所以现在我们两个都打的是盐子那的，全都是，高钱哈。挨一个都是钱，这个打这个盐子全靠人工。这个人工一天一个人只打到了2米的盐子。打到2米。那多人还手背的一天都打肿了，这个人工。因为这个石头相当硬的。那你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哈？第二天还有练习工作啦？继续的一样的上。硬的上，就是硬体是嘛？为了学要硬上。就为了要上。除了我们这是1年360天不上工，除了不上工的那个呢，他生了病，他们病大的人不能上工就不能。他不生病，我们1年360天都是为把这个他鼓励你时候应该是。都是搞的。你们这个村子真的很团结。然后这个搞好学习。这个矮都是颜色的了。是啊，看得到的。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岩石上全部是那种钢钎凿出来的窟窿。看完了，矮的都是这个，那全都是大的颜色的，你看。看得到。这磨都是的，也是这个拉上的。这个是凿材料。这个位置你看，好显不显？哇，这个角度。上面也是凿出来的。那个凿出来的人，这样子打出来的。哇，大家看，全都是人工，用绳子吊起打的。刚才那个爷爷有说到，他们每天都是靠那个绳子，一个麻绳把身体然后捆住，然后从50多米的绳子，然后再放下来，在岩壁，然后开凿出这么宽的一条路，真的是很危险，可以想象那时候的那个难度系数。那都是我们把这条命没有看上眼里，我们这条生命没有看上眼里。没看到眼里啊！我们都没想到我们这条生命，我们是为了一心就把那路打通。这个悬崖下面有好多高啊！你看1000多米高。哇，1000多米高啊！你看下面，你看这个上面看到下面好高，
哦感觉晕了哈。哎，晕了也没得话的。你看我们别在这个上面，看到下面，你看我们都能。哇这还能操，还在高上操作施工呢。是啊，你们刚才说一轻都没搞的，相当于哈看，来吓不吓人了？太吓人了，是吧？哎呀，我真的不敢看啊。看这个底下的，这打了一个圈，我们都是掉哪个地方弄多膜倒起来的呢？这全都倒起来，你还赶紧的混做的，赶紧混做多少钱今？天那这条路是你们自己修的吗？还是国家给你们修的？来吧，我们自己是不是？这个路了。这个湖南是政府打的，哎湖南是好，路是我们修的，这个湖南是政府打设的，哦，政府打到的哈。政府打设的。啊，这个水泥是政府的哈。这个硬环也是政府。哦，啊，当时没做过湖南的时候，你们也往这边走啊？啊，哦哟，没做过湖南那走一吓人啊！那走，我们原来他们政府没搞这湖南的时候，他们都有游客们，都有远地游客们在走那儿耍，很多游客们在这个位置，他就这么，哎呦，我这个腿都打闪喽，都腿软了，连我都腿了。是啊。对吧？你们咱没要湖南的时候，居然还敢走。那吓人的，为了湖南那是可能吓人的啦。那现在真的是没看你们的。不要说现在有湖南哈，现在不要说以前的时候你们有湖南敢走，就算现在有湖南我都不敢走，开车的话更不敢，我觉得。啊，对是啊是啊。啊。我们刚才呢有听这个杨业说讲他在修建这个坝壁公路的时候是特别的困难，而且他的决心特别的坚定。听完了他的故事，让我自叹不如，人们就要像他一样学习，有这个坚韧不拔的精神。对我真的是自叹不如。好了，我们今天到这里吧。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